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无论你用什么手机充电，请记住以下几点，否则手机电池越用越短，1小时坚持了都没电了。朋友们，大家了解一下，在当代社会，手机早已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，几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。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，错误的充电方式会对手机造成好大的缩短手机的寿命。今天我把详细手机充电时的常见错误，这些错误做法对手机的危害，慢慢讲给大家听。随着手机使用频率的增加，我们对手机的依赖，对手机电量蒸发的速度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安全感。感觉都没怎么用，就出现了电量警告的情况。大家认为都是手机的问题，其实原因和使用方法错误导致的。比如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充电的方法不正确，一定不要等到关机时才想起充电。大多数朋友都是在电量不足的提醒关机才去充电。还有的人误以为手机电量低于 60% 就应该立即充电，其实做对手机电池的损坏比较大，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。这是为什么手机在电量低的时候要报警，手机从几的电量直接充到100%，这样会给电池带来很大的压力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如果你饿了一个早上，中午的时候又突然猛吃一顿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胃胀、胃痛的情况，那么长期下来也会给肠胃带来一定的负担。其实充电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过度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。锂电池充电的过程实际上是锂离子不断地在正负极之间流动，当手机彻底放电或用关机再充电，一充电就会充到100%是错误的做法，因为会给锂电池造成极大的损耗。那么正确的做法，最佳的充电时机是，当我们手机电量刚低于 30% 时开始充电，我们应该让它保持电量在 30% 到 80% 之间，这样电池才会更加的耐用。假如一只可以让智能手机里面的锂电池电量保持在 65% 到 80% 之间，电池的使用寿命是最长的。放宽条件的话，控制在 80% 到 80% 之间使用。一有时间就充电，哪怕只是几分钟也行，零时间充电不会损害电池。充电顺序不正确，连接充电器，有些人认为把手机和充电电源连接在一起就可以，不需要特别注意。很多人在给手机充电时，第一时间就会先把数据线插到手机充电口，再把充电器插到插座上。其实给手机充电，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。虽然说那仅仅是一部分小的充电口，但这种做法特别损伤手机内部。我们直接把充电线插到手机上，接着插到电源的插排上，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电流涌进手机电池里面。其实自己也能感觉到1秒的震动，就是这1秒对电池内部造成损伤是不可逆转的。如果长期这样充电的话，电池就会产生擦电，明明才几的电量，没充5分钟就100%了，但是电量一点不都耐用，严重的话还会出现手机鼓包的现象。出现这些情况，那么电池自然就会出现不耐用的情况了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充电时先把插头插进插座，再把数据线插入手机。充完电后要先拔掉手机，拔掉插头。虽然仅仅只是这2步简单的操作，却非常的关键，会大大延长手机使用时间哦。希望大家不要再忽视这个问题。平时每次充电都要充到 100%， 或许你会纳闷，手机充电肯定要充满，怎么就成了一个误区了呢？其实锂电池不需要完全充满电，
建议在电池充满前 98%、99%，或者看到电池充满就立即拔下充电器。手机保持满电状态能够给一部分用户带来安全感，对于手机电池来说可不是好消息。电池长期处于100%的状态，蓄电池的老化的手机一直处在一个高温的充电环境下，容易导致手机电池鼓包，还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。可现实是，很多朋友都习惯在晚上睡觉前给手机充电，然后一觉到天亮。让电量一直保持100%，手机待机状态也会消耗一定的电量，所以整个业界我们的手机就会出现反复充电的情况，这对于电池的伤害其实非常大。经常这样做就会发现，新手机不到半年就不耐用。我们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，就像刚刚说的，有时间就充电，一次10几20分钟都行。不要让手机一直保持高温状态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您对比看看原装的可能输入和输出的电伏都不一样，这会对手机造成损害的，甚至有引发火灾等安全隐患的风险。我们应该始终使用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，能够降低损坏手机的风险，确保充电过程的安全和稳定。说了这么多，您都记住了吗？正确的使用手机可以大大的延长手机使用寿命哦。接下来再用手机充电器教大家一个生活中特别实用的妙招。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，旧手机充电器越来越多在一旁成了家中的遗忘品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手机充电头确实有妙用哦。手机支架是现代人生活中常见的小工具，用于放置手机，方便我们观看视频、进行视频会议或阅读电子书等。然而有时我们找不到手机支架，特别是出门在外的时候，这个手机充电头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只需要将充电头屏放在桌面上，然后把手机放在充电2个金属插座中间，这样就将手机固定住，把它充当手机支架，非常的好用。平常大家用手机追剧的时候，没有手机支架，一直用手举着看会很累。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可以把充电头放在平桌面上，放上手机固定住就行。这样我们在用手机追剧的时候解放双手了。今天分享的小妙招你们都会了吗？需要的话可以试试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